大家好，首先我觉得挺好笑的。王一博突然之间通过自己的抖音的平台，放出了自己一张出生100岁的留念的照片之后，吃瓜的群众们一片的喧哗和热闹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体会得到王一博欲语还休的欣喜若狂，居然都一窝蜂大砍王一博的 baby 脸，多么的可爱俏皮，多么的颜值神仙。看来表面上无需经过大脑的青涩的瓜皮，大家伙看到后都会停留在了瓜皮之上，啃上2口的，便到此为止了。而甜蜜可口的瓜瓤，大家伙却又一窝蜂的摸不着头脑，最终只能吃了个寂寞。其实王一博放上自己的100日照，用意太明显不过的了。这种用意居然跟王炸姐姐的迷雾网剧突然之间过审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完全是充满了故事性和趣味性。人生其实就是充满了变数，让人不动脑筋的话，真的是猜不透的。许多的幕后的精彩和台前的隐喻。2021年看懂了王一博、赵丽颖的诸多的烦恼和愁烦的话，就能够看懂他们今天已经掩饰不住的各种的开心和快乐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赵丽颖的剧荒眼看着就要终结了，忙着拍《野蛮生长》的她，终于迎来了一个反转之后再反转的好消息了。谁是凶手终于静悄悄的过审了，算是给所有喜欢他的粉丝们，同时也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了。这些周折我已经详细的解释过各种的原因了，有兴趣去了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人生总是这样，希望伴随着失望，失望又迎来了希望，兜兜转转。总之，失望与希望挺过去的话，都能够成为了化了妆的祝福和幸福了。顺便需要科普一下的是，上星和网剧其实是有区别的。这部《谁是凶手》明晃晃只是一部网剧而已，应该没什么太多的条条框框的。居然这种条条框框居然都给赵丽颖碰上了，背后的诡异您绝对是想不到的。上星和网剧有2大区别点，第一就是播放渠道的区别了，也就是说上星剧可以是在电视台播出的，也可以在网络中播出，而网剧的话就只能够在网络上播出了。第二就是题材上的区别了，也就是说上星剧的题材审查是格外严格的，例如单改的题材、删改历史、穿越题材等等的都不能够在电视台播出的。通常上讲，能够在电视台上播出的那些上星剧的出品方，往往都是经济实力强大的资方了。因此上星的作品一般都是高成本、大制作、大手笔，剧中的演员们也基本上都是1、2线的当红炸子鸡了，整体的逼格要比普通网剧高出几个档次呢。而网剧大多都是小成本、小制作的居多，演员的阵容参差不齐，18届的演员出头之日都只能押宝在这些网剧才行了。因此单改剧当年的爆红都是很有背后故事的。所以说大部分的流量明星们在参与电视剧制作的时候，往往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上星上映的。
而赵丽颖一路所主演的多部火爆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上星的作品。不过这几年，不管是网综还是网剧，居然通通的反客为主了，逐渐成为了主流了，收视也可以直接跟那些上星剧进行抗衡了。因为时移，上星的电视连续剧综合收视都不太高了，不管是唐嫣、杨幂还是倪妮，都基本上反响平平，未能够达到往日的收视的辉煌了，有时候居然连预期的效果都达不到。反而呢，网剧爆款反而是层出不穷了，延禧攻略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了。当年延禧攻略并不被看好，在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不少的卫视便开始争先的蹭热度了，相当的搞笑。话说回头，现在的网剧收视基本上都十分的给力，然而呢，很多大牌的明星或者说知名的导演依旧希望能够在上星播出，原因其实很简单，上星播出的话，可以直接看得出来明星以及导演们的咖位，一般咖位比较高的都可以上星，甚至剧集还未杀青，便会有卫视购买版权了。而且呢，上星的好处就是直接跟利益挂钩了，上星播出的售价也往往比网剧来得更加的高，资方成本回收的更加的快，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内娱圈当中的潜规则就是，剧集一直无法过审的话，或者说一直压剧的话，都会从上星直接改为网剧了。因此说到这，你也可以大致上了解了，特别容易过审的这部网剧《谁是凶手》居然差点被卡壳了，这幕后的黑手也是在玩啊。好玩的是，如果当初的赵丽颖早早就预见了网剧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成名肯定会提早很多的。所以说，如今的这个赵丽颖在功成名就、跻身顶流之后，反过来的去拍了一部又一部的网剧，是不是赵丽颖在自跌身价呢？这就真的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无论如何，一个人的选择是多样的，寻找突破注定是选项之一的，所以有些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赵丽颖的不同的选择，让她的未来精彩显得层出不穷了，马力全开了。或许你没有留意得到的是，30而立的她一直都在变化中变化着，虽然细微，却也留下了许多深深的足迹。今天回看过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踏平了坎坷，成为了通途了，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表面上的他没有大起大落，实际上的他背后的辛酸真的是甘苦万千的那一种了。他最大的坎儿就是今年的离婚了。离婚这个沉重的话题是不少人心目中永远都不敢去触碰的字眼，但赵丽颖就在一路掉头发的情况之下挺了过来了。个中的详情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那些过去的不堪虽然都是泪水，却也充满了坚强。老实说，离婚实际上就是一种渡劫，同时也是一种重生。据中国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的上半年中，全国结婚登记的人数为387.9万对，而离婚登记的人数为159.5万对。也就是说，每天约有1万对的热恋的情侣结婚了。同一时间里面，有5000对伤透了心的夫妻们办理了离婚。这就是极其残酷的现实了。有人欢天喜地的穿婚纱，也有人满心苦涩的终收场了。赵丽颖和冯绍峰从突然官宣结婚，
到果断的公示离婚，只有短短的不到3年的时间。个中的悲欢离合我讲了很多，而离婚之后的赵丽颖没有吐露一星半点的离婚的伤感伤痛，第2天就转身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去了。不仅连续拿下了迪奥、浪琴、荣耀手机等等多个名牌的代言，而且还紧锣密鼓地转换着各种的电影、电视剧的拍摄的场景，积累了3部的电视连续剧待播了。此外，赵丽颖还参加了《拜托了冰箱》、《快乐大本营》、中餐厅等等等等多期的综艺拍摄的任务。聪明的这个赵丽颖不仅没有沉浸于各种离婚后的颓废之气当中，反而像是开了挂的小刀一样，几乎忘我的不断的挥刀向前，披荆斩棘。厉害的是，赵丽颖果然是不费时光，如火如荼的让不愉快的心情在忙碌当中慢慢的褪去了余下的忧伤了。女儿的选择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离婚的女人说起自己的婚姻情感，都会是一部长篇小说，有柔情，有甜蜜，有震惊、心碎、纠结、不舍，也会有绝望、沉沦和萌醒。这说的相当的具体，相当的深刻，而且有内涵。对于所有面临离婚的人而言，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的一道新的坎，跨过去就是重生，跨不过去就成为了劫难了。因为所有的离婚都没有一星半点的快乐的成分在里面，都是自带撕心裂肺的那一种内心的伤痛感。因此痛苦、伤心都是在所难免的，但离婚又绝对不是自甘堕落的借口，更加不是丧失希望的理由。因为离婚的属性就是渡劫，跨过了这条河，踏平了这个坎儿，就是凤凰涅槃的重生了，或者说重启了。对于所有人而言，婚姻并非人生的全部，而生活才是人生的全部。粗浅的道理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离开了谁，它都照样如常的转动，一模一样。赵丽颖明显已经看通看透了这个道理了，她一直没有想过嫁入豪门，因为她自己就是豪门，所以得与失她明明白白的。对于她来说，失去的只是过往，接下来的才是人生。路遥曾经这样说过，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了。所以在赵丽颖的眼中，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生活才是。她的痛苦不说出来，并不代表着她只是把所有的痛苦埋藏在了自己的心里面，而是通透的她已经开始学会了不再把幸福的权利交付给他人了，因为真正能给予她幸福的只有她自己。这种人生的大智慧参透了、参悟了，就是一种无上的快乐了。你说对不？著名的主持人胡紫薇同样说过，如果一个女人的悲剧或者喜剧不再是因为男人，我们就说这个女人活出了气象。这种说法我要给满分，因为从那个重生的女人身上，也就是这个赵丽颖的身上，我就明晃晃的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气象出来了。这种气象不应该由那个男人给予的，更加不应该由婆婆、婚姻或者家庭来决定的。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我们都可以从赵丽颖的这段的婚姻当中明晃晃的看到，无论在婚姻里还是在婚姻外，最值得被爱的
始终都是赵丽颖她自己。只有赵丽颖不放弃那拼命经营好日子的过人的能力，那便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幸福的密码了。所有的婚姻最可怕的结局，不是离婚的本身，而是一个人彻底的迷失了自己，彻底的丢失了自己。简爱当中就有这么一句相当戳心的话，他这么说道：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长此以往的相依相惜。这话说的相当的精辟至极，无与伦比。当赵丽颖的婆婆要她学会服从的时候，她就已经做出了选择了。回看我过往的那些视频，真的万千的话语点点和滴滴，都是这种小刀大智慧的潜移默化，破茧而飞，破土而出了。爱情也好，婚姻也罢，维持平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势均力敌。世界上所有的卑微，最后换来的注定都是凄凉的结果。毫无意外，只有当一个人挺起了腰板，对自己、对生活、对压力、对挫折展露出微笑的时候，生活就会瞬间变得温柔了起来。否则，一个人的哭泣和委屈永远都不会被人疼惜的。要走的不会留，该来的总会来，任别人来去，生活依然在继续。残酷的现实，真实的生活，只有强者才会让失望变为希望，让挫折变为祝福。说到这，赵丽颖所出演的《谁是凶手》的这部网剧，在失望中静悄悄的过审了，在挫折中静悄悄的排期了。您说奇怪不奇怪呢？好玩不好玩呢？站在一个完全与别不同的视角，您就能看到了一个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真相了。您说对不？如果您觉得我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5个字的短评，也就是重生的姐姐这5个不惧挫折、披荆斩棘的大字。这5个字让我们吃到的绝不是表面上的瓜皮那么的无趣、乏味和简单，而是最灿烂、最鲜甜的美美的瓜瓤。你说对不？花开2朵，各表1枝。王炸弟弟王一博所参与的新剧《风起洛阳》将在12月1号正式的上线了。爱奇艺每周会员8集的更新速度，实在是让所有的吃瓜的群众们眼睛快要不够用的速度了。爽就剩下1个字了。于是乎，作为主演的王一博趁着热点再次的出来营业了。他不仅录制了倒计时的花絮，而且还加餐更新了个人的小视频了。而瞬间引爆整个网络、引爆热议的，就是王一博突然之间晒出的一张自己100岁照的照片。不少的铁粉们跟着也瞬间化身成为了事业粉跟妈妈粉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离奇的猜想更是此起彼伏了。妈妈粉们都一致的在线猛夸儿子的100日照就是投缘这2个字，谐音就是投缘，缘分的缘。这种强行的拉郎配的纸袋，我要给50分，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因为您懂的，我对纯属没话找茬的话茬子通常都是不太感冒的。而事业粉们所展开的解读多多少少有点趣味度了。一种解读就是《风起洛阳》中王一博所饰演的百里弘毅的角色名字里面有一个百字，所以呢，王一博是穿插了这个梗来为《风起洛阳》来造势。这种解读我要给51分，
毕竟有点小进步，但是也是超级牵强附会的那一种了。另一种解读就是王一博现在一直都在忙于拍摄电影《无名》，于是有心人一路算下来，这部《无名》让王一博已经整整进组整整100天了。所以呢，这张百日照是无名专属的开心梗。这么样的一个解读，我给55分，因为算出王一博在剧组的100日了，这很难得，但是还是不及格。话说王一博的百日照是一个寓意美好的新生命的象征，因为中国的父母们都特别的喜欢这个套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百指钢头更进一步，能够长命百岁幸福健康，这是一种新生命的展望和寄语。然而呢，让我们回头仔细想一想，王一博在这最近的100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经历了什么呢？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100日前的王一博刚刚好和王炸姐姐一块掉进了娱乐圈整改风暴的那个漩涡中心了。那个时候的这2个姐弟几乎都是百口莫辩，尤其的难熬。因为解释就是一种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解释呢，就是内心有鬼，背后怂恿。所以说100日前这2个人所经历的，堪称这辈子最难挨的死因幽谷了。而且整个的娱乐圈都在社会主义社死铁拳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呢。结果呢，100日后王一博一跃龙门，成为了主流。赵丽颖春暖花开，迎来了万家的幸福。当然也有即将展开的形象大突破的这个刚刚提到的那场迷雾大戏了。而王一博突然之间放出来的这张100日的照片，含义不用多说，只是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喜啃了一顿瓜皮。王一博这时候算是笑到了心里头了。实际上100日之内，王一博从低谷攀上了巅峰，个中的忧伤、快乐、喜悦与重逢，只有他心里面最清楚。这就是一种欲语还休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再次重生的真快乐、真喜悦了。这种真快乐、真喜悦跟王炸姐姐的重生几乎如出一辙，快乐合一了。如果您完全认同新闻的胡思乱想的话，就特别的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5个字的短评，也就是重生的弟弟。这5个云匪的内心压根儿都无法言喻的快乐的字眼。重生只有切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悲喜交加，狂笑苍生。这就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狂喜，就是一种死里复活的泪目。您能体会得到吗？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于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整个的黑夜，给带来了更多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
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